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的大主题，我们会特别来关心伊朗打到以色列喊停，30枚的飞弹与狂炸，胡塞组织在另外一头则是现在说要来进攻到红海去做封锁了。核武重镇，再来就是要关心的是这个迪莫纳这个地方遇袭，川普着急的喊着说别再打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首先欢迎前成功级舰长黄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等一下会先请观众朋友呢，在看到3个火线话题之前，先记得帮我们节目按赞，留言区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的做回复，并且按下热推荐。好，3个火线话题，赶快来请我们的来宾，等一下来帮我们做一个解答。这一波的美伊战事，我们看到伊朗的方面又在发动了强烈的攻势，一口气发射了30枚的弹道飞弹，甚至传出他还锁定了这个是核设施哦。这个是迪莫纳核设施，这是战术报复吗？还是对以色列跟美国发出我仍具备全面打击能力的一个战略宣示？第二件事情是，除了伊朗攻击美国跟以色列之外，现在还加入了胡塞组织，真主党有没有可能同步出手？还在全线的做观察。现在整体的战线在针对于以色列的部分，已经从北部延伸到南部，全面铺开，多方面的饱和攻击之下，以色列引以为傲的铁穹防空系统还撑得住吗？第二件事情是这个，第三件我们来看到是川普打电话给纳坦雅胡，着急着说别再打了啊，不要再激怒伊朗了。表面上他促成了停火，但是双方留下再打就反击的一个伏笔，这是暂时性的按耐住他吗？还是只是在为下一轮更大的冲突来进行准备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中东战火这一次，我们看到没有和缓下来，几乎还是准备全面开打的状态。伊朗跟以色列在4月停火之后，正式的正面交手，已经从有限的报复，现在我们看到整体战场往多点互轰来前行了。导火线是以色列率先空袭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随后我们看到伊朗立刻展开了报复，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10枚的飞弹。结果呢，以色列又在报复，这一次是对伊朗的西部、中部军事目标做空袭，也打击它的南部地区的一座石化设施。伊朗的攻势还不仅仅如此而已，我们看到革命卫队立刻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来做大反攻。从6月7号开始，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30枚弹道飞弹，打击范围涵盖了以色列的北部、中部、南部，包括了耶路撒冷的上空，都传出了各式的爆炸声响。我们看到这个飞弹击落的方向跟位置，包括了在以色列的北部，还有在约旦河的部分，南部的沙漠地区，还有多座的空军基地。重点来了，今天特别关注到的是在以色列的这个迪莫纳的这个核设施哦，因为呢，迪莫纳核子研究中心是以色列它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核子研究中心所在地，所以呢，看起来似乎也是在威胁以色列。另一方面，现在更关键的是，伊朗除了自己去打这一场战争之外，是不是背后还有其他的援助？包括2个组织，第一个就是胡塞组织也加入在战场了。胡塞组织最新祭出了包括对以色列发射飞弹，还说接下来会持续的来封锁，大力道的封锁红海。另外一个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如果再加入的话，等于说我们看到以色列面临的3线压力。首先，北线是来自于黎巴嫩的攻击，再来东线有伊朗的飞弹攻势，南线等于是有胡塞组织跟红海也都被阻断了。这一波攻势，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30枚弹道飞弹，涵盖了以色列的全境，还包括了这个迪莫纳也遭锁定。怎么看这一波非常强烈力道的攻击？舰长。首先，我觉得这一次伊朗一次打30枚哦，他在传递一个讯号，就是我有足够的能力回答你，你别以为我没有力气了。这个弱的国家哦，如果说被人家打得不敢讲话，那强的国家更是打你。你要就像打架一样，那个小个我今天小个子，你很强壮，你知道我怎么跟你打架哦？我就会表现出那种我不顾一切，我不怕死，我要跟你拼命的样子，你就会怕我。
如果说对不起啊，我求饶，那对不起，你就只有挨打的份。这是一个，这是中东大概伊朗最表现出来。那你说伊朗到底他有没有能力继续打下去呢？他当然有，因为他是弱国的想法，就是我跟你撑到很久。他也知道这场战争他一定要撑下去，撑下去他就有不败的机会。那目前看起来，他这个战略目标是达到了，但是你说他会去拼吗？最近我看到很多这个伊朗的人民啊，尤其这个媒体喜欢去访问一些伊朗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个家庭主妇女生啊，我们一定要拼到底。这个是一个叫做战争的时候社会上的激情哦，很容易就是撩拨起来，就是我表现得很激情，大家就抱你。谁敢在媒体访问说，对我认为不应该打，我认为我们跟他谈判，很少人敢这样讲。但是问题是，不是那个家庭主妇在做决策，谁在做决策？以伊朗来讲，是伊朗的高层。我今天如果在伊朗高层，我第一目标是要活下去，知道吧？我第一个目标是要活下去。活下去，表面上是国家要活下去，其实是我们这些政府要活下去。再说政府要活下去，是我们这些高官要活下去。再说我们这些高官活下去，其实你知道这些高官的小孩子可能都在欧美留学，哪来的钱呢？你们把他们通通叫回来吗？所以他们当然是希望说不要打下去，这是伊朗的一个政策。那现在所有人都说这种变数很多。其实我觉得我很少看一个战争像中东这个战争像这一次这么明确的。我说明确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战争美伊是两个在打的嘛，伊朗他绝对不想打。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人民的话不能听的，你要听那个高层在想什么。那美国呢是川普。今天你只要站在川普的立场去今天如果美国不是川普这样的人，像那个拜登以前，我不敢讲，因为后面是一群人在那开会讨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川普这个人会听谁的？他谁也不听啊。他说今天打就是打，他说停就是停。所以当一个角色是在一个就像川普这样的独裁的时候，你只要跳到他的立场去想。我为川普想了很久，我想不出一点支持他打下去的理由。他一定要停战，但是现在为什么停到现在还这么麻烦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大变数。除了以色列之外，中东的地方的战争的停不管什么时候谁跟你讲说停，它都是一个很脆弱的。为什么？好比我这样举个例子，南韩、北韩现在打起来了，当双方说停，基本上这就停了，因为那是一个国家的叫做体制内的军队。一个命令决策停就停。中东那里呢，真主党、胡塞组织、哈马斯，你叫他停他会停啊。昨天好比说我是哈马斯人，昨天我的家人结果一个炸弹还炸死了。我今天扛了一个火箭弹，我就可能冲到这个特拉维夫，包了一个炸弹，我给他去炸死。就他那个不是一个正规军，所以你要想他完全停，真的是有困难的。尤其以色列这么强势，又有这么多的在那里产生这么多仇恨，所以你知道真正的困难在他想完全的平静不太容易。而且以色列一直逮到了这个借口，你看他又打我，对，所以我就要打他。那以色列是真的不想收手，因为他不能够后退，他后退他会倒大霉。因为伊朗如果在这一次让人家觉得他胜了，然后美国撤了，然后整个伊斯兰国家才发觉，哇，美国也有这个打不动的时候，那不就是我们消灭以色列的机会吗？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以色列不敢停。但是以色列的纳塔雅胡可不可能改变川普？大家去想，如果他能够改变川普，这场战争可能会扩大。如果川普这个人根本不管你谁都改变不了他，这场战争一定会慢慢收敛，但是全部停战几率也不大。好，所以现在这一场战事看起来不想停也不愿意停的以色列还会继续的打下去。那除了说伊朗跟以色列大家互轰之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嘛，现在以色列的威胁包括来自于东线的伊朗，那南线还有现在确定已经加入的也门胡塞组织，再来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如果再加入的话，等于以色列的北线也被包围了，3线包围，那释放什么样的讯号？那以色列的铁穹会不会再一次的撑不住？上这个又怎么看？首先呢，这个又兴起这个战火是在6月7号、6月8号，在我们录影的今天6月9号的稍早，以色列已经宣布停火了那以色列是他们的这个中央司令部表达说，
这是他们宣布的停火是一个痛苦，他觉得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已经遭遇到痛苦的回应，所以呢，现阶段的部分他暂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部分哦。所以然后川普也立刻在今天6月9号大概中午左右，就是快深夜的时候，他在 X 当中也表达说，以色列跟伊朗正在寻求停火。那么他提到说，最终的这场谈判的结果，他一定会完成，但是这中间一定难免会有一些无知跟愚蠢的阻碍。所以这里头看得出来哦，但是有点让大家意外。那这也是某方面来讲，就是说在对于今天亚洲地区的股市的影响发现就突然停火了哈，就表示说以色列基本上虽然前面打了2天，它基本上它是个报复行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基本上谨守的一个立场，除了在这个荷姆兹海峡相关，它会有一些主动性的攻击。那么主要也是为了荷姆兹的这种防御性的攻击。除此之外呢，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部分的战火，基本上都是以色列先打或美国先打之后，他才回应。在这次其实也是哦。所以首先我们在这次突然6月9号的稍早宣布这个就戛然停火，这个是伊朗哦。所以首先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果然这一场跟美国的谈判还是在继续推进当中。如果没有推进，大家就撕逼了，就撕开了，就已经打下去了。所以这里头有2个非常重要的讯息。首先，第一个很清楚的，就如同刚刚机长所提到的部分，伊朗基本上是无意再继续升高战争。我们从他突然喊停火是可以了解。第二个部分是这里头其实要特别注意，在这个无论谈判来讲，或过去大家全世界关注的这场战争，主要是美国跟伊朗作为这个主体性。好，这个主体性双方没有再继续的这个开火，这个有重火在打，但是现在回到原先在波湾当中的真正的真实的主体，就以色列跟伊朗。对，那以色列跟伊朗本身来讲，它不见得有能力蔓延到整个波湾跟周边，因为如果是以色列跟伊朗打的时候，很可能其实包括沙特、包括阿联酋等等，就不会站在以色列这边。这跟美国跟伊朗在打的时候，中东波湾很多国家跟美国，所以这个整个战争规模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当然现在以色列宣布暂停停火，是为了跟美国的谈判能够顺利再推进。然而，你觉得以色列能够真的就不继续再打伊朗吗？不继续去干扰或终止这场在推进的这场谈判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川普在刚刚我们电视墙上看到，他其实已经在整个一开火，以色列跟伊朗打的过程里头，他不断的要求以色列要克制，以色列要停火。所以这里头可以看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干扰现在这个具体谈判过程，这是川普非常想要的，美国非常想要的，甚至应该是伊朗想要。可是看起来以色列没有要轻易的罢休，而且从内塔尼亚胡在前1个礼拜的谈话当中，他其实都是充满了战力。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因为以色列的议会先前才刚刚通过这个绝对性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是否决了内塔尼亚胡当中的很多先前的一些备战的准备。所以事实上，以色列内部的民众究竟是跟纳坦雅胡站在一起，也是要打伊朗，还是这个真的以色列内部，大家也开始希望能够有一个停火的可能性。所以看起来现在停火本身，以色列内部也好，伊朗本身也好，美国的意愿也好，达成谈判，现在看起来应该就是中东乃至全世界，包括资本市场，大家共同的期待了。好，所以这关键点是这个纳坦雅胡至今还是不想要停战。那川普急了这时候打了2通电话给纳坦雅胡，那是不是也希望说能够立刻的停火？这是一个最新消息。另外一个最新消息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是美国的阿帕契在这个荷姆兹海峡坠落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目前细节还没有出来，但是这个是这个中东战事爆发之后首次阿帕契掉落下来。那请华干哥来看，如果舰长等一下要补充，也帮我们补充一下。好 ，AH-64E 像这样子的系统很少会自己跌下来，但只有2种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后勤，什么后勤呢？就是因为 AH-64它是武装攻击直升机，那大家要知道，直升机在沙漠地带的环境里面，可是美军在这方面已经非常非常有经验了。从2次波湾战争的结果，他们对怎么样预防沙尘暴以及飞机出勤之后的维修，
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军在这方面是全世界最有经验的。可是现在你航行的地方是非常敏感的，叫荷姆兹海峡的上空。为什么？因为大家常看到说，哎呀，美国又拦下了伊朗籍的油轮或是货轮了，打中机舱，用什么？用地狱火飞弹。你对一个民用船用地狱火飞弹这种东西是谁在干的？就是阿帕奇直升机在干的。那所以说，他在海峡上空的这个勤务是非常吃重的。那今天突然掉了一架飞机，它从整个海峡上空掉下来，你会认为是它机件故障吗？是因为它遇到了沙尘暴吗？我的推测，它遇到了肩射飞弹，也就是单兵操作的肩射飞弹。这一种武器在我们上次 F-15被击落的那件事情里面，我们就已经提到过了。为什么？因为你飞太低了。那因为这种单兵肩射的防空飞弹只有3公里的射程而已，非常的短，那代表说你飞得非常低。那武装攻击直升机 AH-64E 阿帕奇就有这种特性，它专门是低空盘旋的，但是它不是专门挨打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这种先进的直升机，我们中华民国也有，当它被飞弹锁定的时候，它会警告的。它会 alarm 的，它会告诉你说你已经被锁定了。它跟先进的战斗机没有两样，但它仍然被击落。我现在判断它被击落，而不是意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单到现在是没有讲它的那个结果，但我认为它是被伊朗的革命卫队的在当地的防卫的武力给击落的。如果连这种攻击直升机都这么容易被击落的话，那你接下来美军就会被击落更多。为什么？大家知道已经有超过30架美军的飞机被击落，其中大部分是 MQ-9，也就是 Reaper。它 MQ-9这种就是死神无人机啊。老实讲一句，他们在波湾用的是最多的。可是这种无人机不是自杀无人机，很贵的。对，一架要多少钱？一架要2000万美金，已经掉30架了。川普7号打给尼坦雅胡，8号再打给尼坦雅胡。你认为川普是很耐烦吗？他很不耐烦的。为什么？你看，你又打他了，你又打伊朗了。我是总理啊，我请你先不要打，我们已经有进展了。结果你连续2天都打他，你让我很难做人嘛。不是吗？所以可以让叫得动川普连续2天打电话给尼坦雅胡。这代表什么？代表他 very care， 他很在意这件事情。你不要再打了，我们好不容易要停止了。为什么？我已经在国内满头包了，好不好？我对这场战争，他只差没有自己讲出来说，我现在急着要庆祝我自己的生日，好吗？6月14号快到了，那才是我现在的重头戏。为什么不可以让我亲近一点呢？你认为他真的是就是说他真的在支持以色列继续打吗？我跟你讲，川普是非常自私的。他现在一心一意准备他自己的生日，还有美国国庆，他的脑筋的精力全部放在那上面了。所以希望伊朗跟以色列之间不要节外生枝了。好，我们最后1分钟，我们请舰长帮我们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战斗机你看他的战斗机飞行员坠落时候他都会弹跳出来，对。直升机为什么不弹跳？当然不能弹，它上面有个血印，弹起来当场战头，所以它不能弹跳。那他如果人物降下来，他却不死，2个人都没有死他不是伤得很重。如果他是导弹打的，通常他会爆炸会死掉。是。那所以可能是无人机打到他旋翼，可能是一个炮弹过去打到他某一个地方，你知道，就是他没有全毁，所以他下来之后2个人还活的，这是我目前的判断。至于他会不会故障，不知道，目前看到资讯完全找不到。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